妈妈后，我每天给宝宝拍照，留住他可爱的童年欢笑。岁月弯弯像个小小船，小小的船在天空飘呀飘。尽管相册内储你满，但每一张照片我都不舍得删掉。记录宝宝成长的点滴，才是最幸福甜蜜的回忆。都在向前跑，偶尔也会累了，只要到终点，其实就很好。别人和别人比较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花谢了花会再开，你可别忘了，别忘了。幸福零距离2，第一次来嘉宾的家，到底是谁的家呢？兴奋啊，跟我来吧。等一下那个 Rebecca 姨姨来，她按doorbell的时候，你帮她开门。你拿这个电话拍她。等一下她来，她叮咚，然后你就帮她开门。我不要叮咚，你要怎样？开门。然后讲什么 ？Welcome to our house， 讲可以吗？欢迎光临。来了绑带。啊，对了 ，Rebecca is in her hard time。啊，到了！哎呦，很温馨的感觉。这个很可爱，这个应该是他3个小孩子的，然后这应该是嘉宾的，还猜不到是谁对吗？过来给你看。哦，开着。我是郑可唯。自从我当了3个孩子的妈之后呢，真的是时间不够用。虽然很想认真的当全职妈妈，可是也有一部分的我希望可以继续我的唱歌事业，希望可以就是把这2块都拿捏好。来参观一下我的新家。然后我很喜欢这个，我的小孩很潮啊，他们。哎，他们没有上学啊，今天？没有。OK， 刚好没有上学。这个是你们在家里常常会待的地方吗？我就是故意选一个很大的，因为其实我有在这边教他们做功课。哦，因为你做手，如果有3个孩子，如果有4个孩子、5个孩子，没有了 ，enough， 3个而已 ，that's all the space。然后这里就是饭厅咯。小小的，不过刚刚好。然后现在其实默默也很乖，因为就是我们希望他有一点点责任感嘛。我们就说现在你的工作就是要拿所有人的餐具。就帮忙收碗碟啊这些，没有收，我们吃饭没有结局的。在我们用餐的时候，3个小孩真的很难控制，因为他们就是喜欢爬上爬下，所以我的应对方式就是买什么紫菜呀，还是买一些可以弄饭团的，让他们跟食物可以有一些互动，然后感觉是在玩。我就用这些小小的方法来让他们对吃饭比较有兴趣。可是默默他可以就是准备每个人的餐具，他每天拿的时候，你们都会很好。对，你想非常棒。他还会就讲你快点吃啊，什么，就是他会教弟弟，就开始有那种大哥的风范。是。好，来看一看我的客厅啊，我很喜欢这个空间，也有 coffee table， 就是为了小孩咯。啊，我第一次去可薇的家，感觉非常的温馨。我很喜欢这种家的感觉，很亮，很多空间。因为我在家里，我一直跟我的先生讲，我家里的那个 coffee table， 我很想拿走，就觉得没有位啊。对，没有位。小孩子开始爬的时候就，对他需要那个 playpen， 对，就是 playpen space。我叫那个监牢。Put him in the jail。对。一路来我都觉得 Rebecca 是非常 down to earth 的女生，总觉得她是一个非常认真于工作的艺人，她应该会是非常认真去照顾小孩的一个妈妈吧。
哇哦，这就是我们的音乐的空间，所以刚好就是把阳台变成这个空间，我觉得可以把钢琴还有鼓放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录视频，对我跟 Alfred，对，然后小孩就是当然可以就随时可以玩音乐，其实这盏灯哦，跟这钢琴让我想起COVID 的时候，哦就你跟 Alfred 带给很多人很多温馨的时刻。哦，对对对，live 的 jamming，而且我还会点歌哎，哇，真的！你看我有点歌，然后有一次你们有唱我的 request，哦呀，很好玩的那个时候，对，所以在家里谁弹琴？你家里我 Alfred， 没有，所以对，然后默默跟偏偏都有在学，哇，鼓呢？鼓就是默默而已。哇，他学了多久？他学了1年半，还不错。哇，他会不会想要？弹呐？你觉得吗？我问一下，我不懂哎，问他。等一下，默默。No, you wanna try to play the drums？ 要不要 ？OK， OK， 他没有。他有 mood。鼓是默默，那吉他是 Alfred。Alfred 也没有弹乐器，其实。哎呀，他只会唱。是，哦，所以家中最有才华的就是你了。就是我，sorry。你是家中最有才华的，所以来个即兴创作，可以吗？即兴创作，为你的这个节目吗？啊，幸福零距离来。歌，你想要表达什么？母爱的伟大。哇，你要写什么关于母爱？我妈妈很好，爸爸加油。妈妈我爱你，你是最好的。哦，我觉得我当演员比较好了。不错，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我都没有什么 idea。对对，妈妈，真伟大，孩子别那么快长大，幸福不遥远，因为你在身边，妈妈真伟大，看着我们快长大，生多一个陪我吗？我是说你啊，幸福零距离，因为他。哎，OK 啊，真的是真的很好听，是即兴，真的很好听耶！就叫你生多一个陪他。我那句我没有什么听的，非常的清楚，对，哎呦，真的很好听，谢谢，大概了。我在社交媒体看到你分享很多，你跟 Alfred 在家里啊唱歌啊，然后你的孩子有时候会 cameo 一下，你会不会担心好像我第一次真人看到嬷嬷，然后我就有一种很莫名的哇，我很认识你的感觉，然后不要一直控制我自己，因为我在想是他第一次看到我啊，对，会不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？现在我觉得有很多人开始聊起这个话题嘛，对，就是说，哎，会不会有什么 AI 啊？然后他们用他们的声音来干嘛？我就也觉得，哎，其实还是真的有一定的风险，可是也还好，哎，可能因为是新加坡啦，我本身还在琢磨要分享多少，宝宝刚生出来的时候就很开心嘛，就觉得哇，我宝宝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宝宝了，所以很想跟大家分享。然后在医院拍了一张全家福，放上网的时候，突然很多报道出来，然后我的家中的一些成员就开始不舒服了，就会觉得他长大的时候会不会习惯，会不会喜欢？不过你就不希望 baby 露脸，对吗？
有时候哦，我在家里拍他的照片的时候，很希望可以立刻当壮王哎，因为很 cute， 就会觉得这是我的儿子，很想跟大家分享。是但是又想，也不知道他长大的他的性格到底会怎样。可能等他比较大的时候，慢慢跟他沟通，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社交媒体的那个世界到底会变成怎样。是，所以就一步一步来哦，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他们一直没事，听得到吗我？很想 join 他们。坐下来聊天的时候，就一直听到房里的3个宝贝在那边很吵很吵，然后我会有点小担心，就可为不可以专心的在拍摄。孩子哭的时候，他也好像很镇定，反而是我会比较，哎，你 OK 吗？哎，孩子 OK 吗？新手妈妈跟有3个孩子的妈妈就是不一样。因为我就直接跟他们说，哦，因为你们的 video 嘛都会放在internet，对，所以大家都看得到，所以他们了解这个 idea。对，我的拍摄手法我也没有说设计什么桥段，很多东西都比较即兴。好像最近我教球球念 fish，他是讲 fish， fish。这是你的计划吗？要生3个小孩？是，真的啊？我生完了第1胎，我非常开心，哦 so cute， 然后我非常的享受整个怀孕的过程哎。但是你跟 Alfred 都同时要第2胎，是因为我就觉得感觉很热闹。可会是收发在幸福零距离2第1位嘉宾说他生了孩子之后很开心，然后想立刻再生，对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。当了妈妈之后就应该这样的享受啊！为什么一直沉醉在一个很负面的一个想法中？那你感觉就是 stop at 2是吗？我应该是 stop at 1，是吗？我觉得需要很多体力耶。他们3个跑来跑去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去？其实我个人是觉得也是带他们出去有一点点不好意思，因为真的就是 public nuisance 的感觉。哇，喊啊，跑啊 ，stop it，stop it， 那很不好意思的嘛。哎，其实应该给你看我的藤条，在哪里？我的藤条一定要给你看一下。我昨天才在讲，要给姨姨看。他昨天才刚磨好呢。你看我藤条已经给我打好烂了，好笑吧？这个。我不懂是不是好笑哎？这个要问偏偏，为什么？偏偏就说妈妈拿来打地上而已。哦，对，好像我叫他去冲凉，不要冲凉，不要冲凉，我就想我数到3我就拿藤条，然后我会拿来甩地上啊，甩门啊。我上一次看到藤条应该是我12、13岁的时候吧，就我爸爸用藤条的时候，他还给我们选你要什么颜色。很多时候我爸爸也是用藤条来打那个床，就很接近我，但是没有打到，但是有被吓到。其实这么一想，可为打地板是有一点用处的。他们3个在一起会常吵架吗？会，尤其偏偏他性格比较暴躁，小的来抢玩具，他有一拳过去，砰！真的？有，结果被我打了，真的就被我打，因为我就说你一定要叫妈妈，我一定来帮你，因为他们出手就是想维护自己的自主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是想防止他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你生了第1胎很开心，想要生第2胎，生了第2胎很开心，再生第3胎，生了第3胎呢？没有这么开心，就 stop。对，我觉得生了第3胎，我真的觉得完整了。我生默默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当时有帮佣，可是我的帮佣完全没有碰 baby 的，因为我就觉得我非常想亲力亲为，都是我和 Alfred 分担。哇哦呀，你只是提到第1胎。对，因为当然到了老2就比较难了，因为我就要去 figure out 要怎么样去分配我的时间，然后到了老3更不用说，老3现在是完全就是我的 helper 帮忙，就学着放开。我在想，我以前我的外婆外公哦，就照顾10几个孙，哇，在家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哎。哇，有一次我外婆要从不一样的家接她的孙，然后一起到她的家嘛，她忘了接我哎。我在家里 home alone， 直到他到他的家的时候，他们数，哎，对，好像不见了一个，到底是谁啊？真的这是他们跟我讲的故事。然后他就回到我的家，然后看到我
在那边很安静的在等着他。这你没有印象？我完全没有印象。大概几岁？4还是3岁，我不哇，懂。很好笑耶！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是不讲话的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不知道成长 blossom 的比较慢一点。很慢。哦，但是看起来你有3个宝宝的整个过程是挺幸福、很开心，有没有辛苦的过程？还是可是我常跟自己说，就是他们可能到了那种teenager 的时候，就不会要跟我说话了。其实我们家人就是他们的全世界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就是好朋友还是什么，就当然有，对可是。就是父母，还有可能爷爷奶奶、公公妈妈，都是他们的全世界。所以我每次想到这点，我就觉得，这就是我要为他们付出的这个时间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担心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我们没有专注于现在的这一刻。但是其实这一刻一流失，就永远都回不来了。当可为说他的孩子眼中妈妈是他的全世界，这么一句话就真的提醒我要活在当下。你觉得你的3个孩子对你做过最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我觉得他们虽然天天这样蹦蹦跳跳，可是我的老大很 sweet 的，好像我会一直 kiss 他，然后我说我可以这样永远的 kiss 你吗？他就会讲。可以，我讲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哇，很 sweet 哦。然后我的老二他很敏感于美丽的东西，好像我说，妈妈今天美吗？他说你很美，因为你有擦 lipstick。哦哇，对，他是唯一一个会注意我穿什么。然后我的最小的他还是很可爱啦，什么都妈妈最好这样子的。我相信他们长大的时候有很多童年美好的回忆。是，我去查看他们在干嘛。他们3个在里面很久了。等一下，我在里面很久。不要来读吧。Hello，球球、偏偏、默默 ，Hello， 看 Rebecca 姨来了，讲 Hello， 要理你。妈妈来了。哇，你拍什么？球球 don't step， 球球 don't step， 哦，不能这样推他 ，OK？ 哦，球球不可以弄坏狗狗的 ，OK？ 打架。OK， stop。过了今天，我不可能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，我有点怕了，我应该应付不来。所以今天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一个特别任务想送给你。我要你帮我找猫龟。好，我帮你找，你看一下。 OK， 来，我们找没有？今天下午你将成为3个孩子的伴侣，又大的。体验一下当3个小孩的妈妈的感受。你准备好了吗？这个任务太难了，头很痛哎。所以让他从现在带一个很可爱还不到1岁的宝宝 ，suddenly 要带3个儿童，我觉得一定是措手不及。我觉得很好玩啦，就是看他怎么样去适应，然后要怎么样去 strategize。起来了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我4岁了嘞。他应该是可以应付的。 Are you ready？ 准备好了没有？要不要去玩了 ？Yes，let's go！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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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的。我们一进门是很开心，手拉手，我们3个一起牵手进去。但是一进科学馆的时候，他们是马上分头 1 2 3。他们一进去就3个方向吧。Come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一个一个来。哎呦，那个快乐的时光是有一点短暂。默默，你要不要跟我去找你的弟弟？默默，找到默默的时候，弟弟在哪里？就开始担心了。默默，我跟你讲什么？你在这边等我 ，OK？ 我去找你的弟弟哈。他的弟弟在哪里？他已经放弃默默了，他要去找2个小的。哎，你的狗狗在哪里？
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妹妹，看，握着我的手。OK， 其实老大老二他们就会乱跑，可是他们自己会照顾自己，可能他应该就照顾我的球球2岁嘛，不然的话应该 OK， 应该不会太难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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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！Oh my gosh， 他自己先进去了。偏偏要不要去找默默？等我们一起进去。瑞白哥真的辛苦你了。 OK， wait， 我知道了，谁先握我的？哦，你在听啊？你在听我讲话啊？哎，默，你要不要 snacks？ 要不要 snacks？OK， 谁先握我的手就有 snacks。等一下，1、2、3 ，Very good，High five。我们去排队。OK，come。我有带过我的侄女出去玩，但是一个女生，然后有至少2个大人，我没有独自带我的侄女出门过。我曾经有试过，我记得当时我是 carrier 带着球球，然后我推着车，载默默去载偏偏回家。我还带了一个 scooter 给偏偏，过后没有人要坐 scooter， 所以变成我又要拖着 scooter， 然后就抢 pram， 然后是用走路的。 可能要走大概10到15分钟的路程，结果我们走了半个钟头才走到一半，然后又下雨，所以我还要打电话叫老公来载我们。我还当时找了一位陌生人帮我拍照留念，因为非常的辛苦。Can you feel it? Is it strong? 这个是台风体验，哇，很好玩哦。我觉得，因为他们看到是这种室内的那种游乐场，是他们最爱的，所以他们一定是迫不及待想要分头去玩各种的游戏。要不要煮东西给爸爸妈妈吃？哦，默默是你的妈妈哈。今晚你们吃煮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？火腿。其实他现在要带的是3个不同年龄的，就2岁、4岁和7岁，就是没有闲暇时刻的。我带我的小孩也是这样。偏偏呢，你一天喝几杯水？1杯而已。我喝太多会哔哔。比比很好啊，对吗？但是你看你今年几岁？4岁对吗？3到5杯水。其实这个跟我想象中还差不多一样的，因为他们其实有的玩就比较好带，只是说会到处乱跑。看。我们去玩别的东西好吗？他们已经爬上了一个旋螺的 playground。偏，看你。这叫我上去。中间找到小小的窍门，就是用默默给默默那个大哥的任务来控制整个环境。小弟我就直接抱就是了。来，带你们去看蚂蚁世界 ，OK？ 哇！我是第1人，你是第2人，这就是第3。哦 ，What is that？ 也是 slide。哦，哇！哦，What is this？ 1 2 3。哦，红色就是 Danger is coming。放进去。你们知道蚂蚁吃什么吗？蚂蚁吃人。吃人。啊蚂蚁吃 leaf。 ？Yeah，and what else？ 它也喜欢吃水果。哦，你们要 slide 下去吗？要不要 slide 下去 Yeah. Let's go。Wait。哦 ，Oh my goodness！ 那你推我先。我推啊，Get ready？ 1、2，哇 So！You want to try？ Okay. 1、 3 2。 3。Oh my gosh, it's so fast! Fun? No, here, say hi! Hello! Bubbles, thank
那什么 ，Let's go， 看谁先找到。Rebecca， 哎 ，Oh my God， 你回来了！看到可薇的时候就松了一口气，就任务完成了。OK， 可以把他们还给他们妈妈了。我看到你的眼神是放空的，是那种哎，跟我一样。哇，好累哦。因为我一进来的时候，他们全部都各自跑不一样的地方，我有点吓到。Oh my god！ 等找到弟弟，哎，哥哥在哪里？哎呀，通常你来这种地方，你会带几个人来2到3个大人了。今天你是 Superwoman。我觉得 Rebecca 的表现10分，我会给9分，扣1分是因为，她开始有一点措手不及，不过那也是非常自然的啦。我看到你还陪他溜滑梯，哎呀，so scary！ 因为他很怕，他不敢一个人。我通常也不喜欢这种东西。哦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当了妈妈就没有办法，孩子要尝试，就算你不喜欢、你怕还是怎样，你都必须对啊，得。什么叫不喜欢 slide？ 一定要喜欢。呀，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来看不到我要去哪里还是怎样。哦，哎呀，那个蛮高的，从2楼滑到1楼，啊辛苦你了。谢谢，辛苦我了。我觉得她一定有潜质当3个小孩的妈妈，可是我跟她聊天下来，我就觉得她好像感觉真的就是一个，她就很满足了。默默，哦，张片，好玩吗？好玩啊！哎呦 ，Rebecca 姨姨好玩吗？真的吗？她照顾你，你觉得好吗？可以抱一下改吗？次就 weekend 你就去找她了 ，OK？可以吗？很硬，很硬。秋秋，甜甜过来，我们一起拍照，我们拍照，然后你们可以继续玩了。对，默默，默默看这里，笑笑，默默，对，给我一个帅气的，耶！秋秋，就这样吧。谢谢你帮我带他们3个，不客气，辛苦了。我知道。好，现在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。哦，哇，哎，哇，你这个仿佛回到你的结婚现场。一踏进 cafe 就看到我的婚礼的画面，就立刻带我回去我结婚那一天，是非常甜蜜的一天，可以算是 top 3我最开心的。我记得那时你找我，为了你的婚礼现场，我想啊，真的吗？你找我？真的，我告诉你为什么？因为我 OK，其实我从来没有告诉你过，对不对？没有哎因，为我要找一个大家都会喜欢的歌手，然后我又喜欢你的歌声，然后你跟 Alfred 2个都是模范夫妻，很恩爱，所以要找那种很恩爱的人在我的婚礼上场啊，这样那个比较坏一点。其实我为了你的婚礼，我们有去很认真的考虑说，到底要唱什么歌才可以适合你的 international guest，就唱一些法语的歌、广东歌，所以我们都唱了一点一点一点，就是让大家觉得，哎，都可以听到自己喜欢听的歌。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喜欢你们的表演，谢谢你，真的很开心多美好的回忆，真的真的。我原本以为他是不用去做功课，因为他是非常有才华的嘛。但是没想到他跟 Alfred 2位都放很多心思在我的大日子里，所以我是非常感动。听说这里他们会办 open mic night，所以如果是创作歌手啊，你可以来 sign up，然后可以来这个很美的环境，你看还有自然光。而且我觉得不错，给他们一个平台来表演，对对对，然后建立他们的自信。对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很 casual， 就很多观众来这里支持。我的先生应该会在那个角落。哦，这样对哈，哎，可以带他来表演呢。哎，他应该哎，这样会不要窝在家里？对对对，很可怜呢。他现在又有宝宝了，他不可以 blast music 了，他一直戴 headphones。就是自己听。呀，叫他来这边 sign up 对对对，我会叫他来 sign up，下个月来表演呢。
带你来这个角落。哇，vinyl 黑胶唱片。哎，你刚才讲这个地方，我应该会很喜欢了。我觉得是我的先生才会非常喜欢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也是觉得。我看他常常录的视频，就是他就是喜欢那种比较80年代rock 对 band sound， 对吗？对他很执着于他喜欢的东西的。对。哎，这里其实有一个 library， 所以还可以在这里试听哦，really？黑胶唱片。其实我开始受他影响了。我现在很喜欢黑胶唱片，因为他几乎每一天，就我们吃晚餐的时候，他都会选一片，然后播给我听。渐渐的就会觉得，哎，其实那个感觉不一样，有一点小小的浪漫，然后就会觉得挺甜蜜的啦。哇，带你来看他们的 guitar cellar， 感觉像 wine cellar 一样。应该带 Matthew 来，一直提到他。我带Rebecca去这个 music cafe， 因为她的老公就是很喜欢打鼓啊、弹吉他、听音乐，也希望她可以跟老公一起有很多共同的话题，所以Rebecca可以介绍她这个地方，她一定会很开心。我们去另外一间房间，我特地 book 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去那边好好的聊。OK。所以感觉很 cozy， 对吗？谢谢你嘞。我们来聊一下关于音乐吧。好啊。因为我觉得音乐真的在我们生命中就是很重要嘛，尤其在你的生命中吧。对对对。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你要让你的小孩学音乐？有哎，希望他可以爱上音乐。跟他爸爸有共同的话题，我觉得是蛮温馨的，因为我看到 Matthew 还有他爸爸，他们有共同的话题。我也是觉得这很重要，就是对 Matthew 来讲，就是可以当做是一个嗜好啊，或者宣泄情绪啊，还是什么，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嗜好。我觉得你们也更会希望你的孩子喜欢上音乐，对不对？我其实在想，哇，他们会不会是什么音乐才子啊什么的？没有，完全没有吗？从4岁5岁听他唱歌，也还好，也还好，就这样而已啦。然后我老二偏偏，我希望他可以学钢琴，可以就是比较有 discipline，可以坐得住，可是没有哎。所以老师就说他讲我不要弹，他就真的没有弹。就是真的不要。对，其实我看到偏偏我有想到我小时候的自己，因为我也是middle child syndrome， 然后我上钢琴课是我的外婆要拖我去，她要真的是拖我下车，我是真的不要，就是不要。OK。然后好像我去上补习啊还是怎样，我很不喜欢，我去厕所睡觉。哇。我其实还蛮惊讶的，我想，她看起来就是一个乖乖女，哇，原来她也是有这一面，就是比较叛逆的一面。关于学业的，我是完全没有兴趣，很多时候我都会找借口，然后假装生病啊，然后我有带过我妹妹去逃学，我那个时候应该是12岁，然后我妹妹只有primary 2。我爸爸是罚我跪在地上，跪很久很久。其实这是不好的，希望家里看着电视的朋友们不要这样。我的家长可能会觉得我很叛逆，但我觉得会很有性格，因为我会觉得跟我的哥哥跟我妹妹相比，他们是模范生。但是可能对于我爸爸妈妈来说，因为为什么你不可以像你哥哥那么乖？为什么不可以像你的妹妹那么听话 ？OK。现在回想起，我会觉得 OK， 可能是一个需要他们的注意 ，OK，Yeah，才会做出一些可能叛逆的事情。现在回想起，我会觉得有点傻，因为其实他们是有给我关怀的，但是可能小时候就不了解，就觉得我要物质上的东西，为什么你没有给我？哇，我听你这样讲，我觉得看得到小偏偏的影子哎。我现在当然我对偏偏我也希望给他非常多的爱，我常常会抱抱他，然后一直跟他说，妈妈我 never stop loving you，就算你很 naughty， 我还是会永远的爱你，就说这些东西啦。然后他就讲OK， 但我就可以 naughty 下去了。3个孩子当中，我觉得现在默默，因为他已经7岁了，所以他也比较有大哥的风范。然后4岁的偏偏他还在琢磨就是 rules 还有 boundaries。
所以我觉得这个年龄比较棘手，所以我会觉得需要去好好的管教一下啦。那你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你很难去分工作还有跟孩子的时间？对，我才想问你，哎，你觉得会不会整个生活节奏跟着小孩慢下来？我觉得慢了很多很多，对吗？而且我是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，慢慢的去适应我的新的生活。对，因为我觉得照顾小孩，尤其如果你在头4个月，可能就觉得，哎，时间过得好慢。可是当我回到工作的时候，又觉得小孩长得很快，不够时间陪他。对，所以我就常常纠结于这两者之间了。会不会比较容易？好像生了第一胎，然后第2胎你就会 OK 比较注意这一点。我生了第1胎之后，我觉得我可以做到的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可是生了第2个、第3个，我真的要屈服于没有时间这回事了。有时我为了赶一些 deadlines，然后小孩可能不睡觉或者不吃饭，我就会可能把脾气发在他们身上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其实都不是他们的错啊，他们就是小孩啊，我为什么要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希望他们快点去睡觉啊，还是快点把饭吃好？我觉得很不公平。我结婚的时候，你是刚生了4个月， 4个月对吗？ Yeah. 所以你都很快回去工作。几乎，我觉得我很 restless 啊。为什么？其实我生老2的时候，我记得我，在坐月的时候我拍 MV 哎，但当时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，因为那时我和 Gentle Bones 有一个 collaboration，然后是要照着他的 schedule 走 ，OK，所以我记得我是在39周我要生产的时候，我进去录音的，然后他们很怕我说也太强了吧？对，那他们怕 ，Not now，呀，怕我说唱太大声还是唱太高音会直接生，你知道吗？大家都很紧张。你去看那个 MV， 我样子是很肿的。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，太勇敢了。我干嘛担心那么多？干嘛去想那么多？就应该像他这样，就勇敢的接受新的自己。我觉得现在我当妈妈了，在工作方面必须做出一些调整。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心理不平衡嘛。看到社交媒体，看到你的很多的同事都可以做你之前可以做到的，但是现在因为你这新的妈妈的责任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出国啊，还是怎样的。所以我花了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，慢慢的去调整我的心态，还有我的内心。我觉得演戏真的就是很长时间，要熬夜。对，如果你有一个 project 是大概1个月、2个月的时间，就差不多一部电视剧是大概3到4个月的时间，时间是大约7点到10点，到晚上10点，对，呀，很辛苦。然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所以我刚生孩子之后，其实有2部电视剧我得拒绝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投入。呀，这个对我的工作来讲是不公平的。OK， 可能我是用宝宝来当一个借口，可能我自己害怕，我回到工作，因为我太久没有工作了。OK，我害怕我回到工作，我不可以达到我对自己的要求，又或者是大家对我的一些要求。为什么你觉得你会达不到你自己要求？你是觉得演技会退步吗？刚开始是可能外形方面，可是我个人觉得是一种蜕变呢。你成为妈妈，你不是以前那个可能 young and sweet young thing 那种感觉，可是我觉得你有的现在很多人没有。他用蜕变来形容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正确的，就真的是一个全新的自己。你生了孩子，很多人都会把注意力放在一个新的生命上，就是你的宝宝，但是很多人会忘记，其实你也变成一个新的人了。所以可能对于那前几个月对自己的那种苛刻，会有小小的后悔。
现在我把身材比较丰满的照片放上网，反而有很多妈妈都会发 DM 给我，他们讲哦，谢谢你把比较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大家。OK，你懂吗？又不是很立刻瘦下来的你，又怎样的？对，就我觉得如果可以这样的鼓励他们的话，就会觉得 everyone is human， 对不对？呀，就慢慢来，at your own pace。对，我觉得这样真的是比较 relatable。呀，就当了妈妈，不一定就是说要变成一个安迪，自己的身份、自己的形象，我觉得是自己打造的。就好像我以前工作的时候，我非常的拼，所以我都是很喜欢把自己的 schedule 挤到满满的。有小孩之后，我觉得现在如果有机会出国，我都会三思。如果可能要到五天以上，我都会觉得可能有点放不下。当可唯分享她当了妈妈之后工作上的改变，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吧。她了解我的焦虑，我的担忧。I'm not alone。对，会不会觉得你成了妈妈之后，在写歌方面、写曲方面会不会更好？我觉得会。对，比较细腻。我听歌也比较容易哭哎。对，尤其是一些有关时光流逝的一些歌曲。对，其实我也是这样的。对吗？真的是哇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哇，真的吗？ Yeah 那你现在觉得你演戏会比较？我不懂哎，我回去演戏的时候我再跟你讲。对，因为你就有多一层就是 empathy。我是期待的，因为我有跟很多就当了妈妈的演员聊天，他们都跟我分享，他们成为妈妈之后，他们的演技更上一层楼。我希望我的演技可以好到有一天我不会再怀疑自己，因为其实到现在有时候我拍戏啊，又或者是得到一些奖项啊，还是怎样，很多时候都会觉得不应该是我，所以希望我的演技可以更好，也希望同时也可以给自己多一点信心。我觉得当妈妈真的是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新的身份，然后真的是需要时间去就是接受，然后让我们自己也适应，对不对？我相信我们这新的妈妈身份也是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开心的惊喜。对，所以呢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惊喜给你。什么惊喜？看你这个眼神，这种什么惊喜？你像个宝宝在小小的。Oh my gosh！ 哇哦，哦，对，真的有点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准备任何惊喜给他。哇哦，你看它上面写什么 ？Boy Mom， Welcome to the Boy Mom Club。Boy Mom 加油！你翻去看后面。哦，这是你儿子的生日。对，谢谢你。对 ，Thank you。辛苦了，妈妈。Rebecca 跟我一样是 boy mom， 而且我就是3个 boy 的 mom， 所以我对这个 boy mom 这个 phrase 特别有感触，所以就希望送给他一个纪念品。然后后面其实是他儿子的生日，因为就是在他儿子生日那天，他变成了妈妈，这就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一种小小的共同点吧。挺感动的，因为在工作的当儿，有时候会忘记，其实我已经是妈妈了。我觉得带着它会是像一个 medal，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。送给 Rebecca 还有全天下妈妈的话是同舟共济，因为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我们希望带给我们的宝宝最好的，可是我们也不要失去自己，所以想要提醒大家，You are not alone。当我们感到焦虑时，一定要记得自己是最好的，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值得的人，享受每一个幸福的时光。